各位，赵少康这只蓝蛤蟆跳出来了，疯狂的攻击郑丽文啊，这是要篡党夺权呐！你要理解赵少康的举动啊，你得往回看一看。2025年国民党主席选举期间，赵少康全力支持郝龙斌参选，竭力阻止郑丽文上位。他甚至抛出了大陆介入国民党选举的说法，把我给弄成了大陆的水军头子了，要给郑丽文扣红帽子。说这一招呢，其实当时非常毒辣，民进党当时直接拿去当炮弹，大炒特炒抗中保台的话题。幸亏我当晚上就做节目，然后呢我就跑到这个苏恒的那个频道去喊冤去了，结果台湾的媒体一报道，赵少康就成了一个老翻颠了，就成了一个大笑话了，对吧？他连我他娘的在美国他都没搞清，他说我是大陆的水军头子。你说这个家伙这脑子里边这装的都是什么呀？那除了轮子没别的了啊！真是，所以说这个赵少康啊，当时为了阻止郑丽文，连这种损招都用上了。后来郝龙斌的民调不理想，赵少康干脆自己下场，但他低估了这些国民党基层党员的判断力啊。郑丽文靠着这个军系黄复兴和深蓝票仓的支持，以 50.15% 的得票当选了国民党的党主席。赵少康铩羽而归又因为量票争议惹上官司，一度是非常的狼狈他呢据说呢被民进党威胁要把他的媒体的执照给他收了。所以说现在的有人说赵少康已经是民进党的一只狗了，让他咬谁他咬谁。但是呢我们也觉得赵少康呢一直在心里边记着这笔旧账呢，逮到机会就要翻出来算。郑丽文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任命了黄复兴党部的主委纪林连担任副主席。这步棋呢直接就打了赵少康的脸。赵少康此前公开喊话要求什么降低消除党内的亲中力量，而郑丽文偏偏反其道而行，重用了深蓝代表人物，等于说告诉赵少康，你说那套我不买账，我走的是两岸和平的路线纪林连这个人有军人出身的硬气。2024年黄埔100年之际，他公开喊出了驱除台独复兴中华的口号，还突破了民进党当局的阻拦，前往广州参加纪念活动。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副主席的位置上，郑丽文释放的政治信号再明确不过了。赵少康那帮亲美派的人看在眼里，心里边自然不痛快，一直找机会反扑，这不是导火索不就来了吗？这个事儿呢，邱毅先生是仗义直言这个力挺郑丽文，大骂赵少康。正好遇到了郭正亮，郭正亮就拉住我，他对着我说，我最近在批判赵少康的视频他都有看，但是他觉得我批的不够凶，不够辣，不够狠。我笑着跟他讲，慢工出细活，赵少康不是一般人，他是非常熟悉媒体政治操作的老江湖。你面对这种老江湖，最好的方法就是激怒他，引蛇出洞。他只要一急，他的节奏就乱了，他就很难拿捏出准确的分寸，最后他就一定会失言，他就一定会犯下致命的错误。所以我就跟郭正亮说，慢慢的看，慢慢的等，好戏还在后头呢。这一段短短的对话来跟大家分享，回到家里头赶快的来录这一段视频。赵少康真的是急了，急到什么程度呢？昨天他一方面找了记者来联访，另一方面他又跟尹乃菁对谈。可是他跟尹乃菁对谈的结果，他是以大压小，因为尹乃菁常年是少康帮的人，
他认为他可以掌握银乃金，所以在2个人对谈播出以后，昨天深夜，国民党中央其实应该就是郑丽文自己吧，发了一个签字文，这个签字文直接批赵少康，双方之间的战火果然是升级了。而双方的战火一升级，赵少康也乱了。所以孔老夫子说啊，老年人戒之在德，政治金童变成政治老童，你就得更加的谨言慎行，你就得更加的练你的修养，练你的气，而不要一下子就动怒了。今天赵少康又找了记者来联访，他很明显的动怒了。他在怒什么呢？他一开始明确就讲哦，说郑丽文怎么到现在还不回应，不处分纪凌年。他说为什么要处分纪凌年呢？他说纪凌年抹黑韩国瑜是叛党囚笼，太严重了。郑丽文应该要对纪凌年要施以处分，应该开除纪凌年的党籍，至少也要拔掉他的副主席的头衔。很明显的，赵少康对纪凌年那一番话很不满意，对纪凌年能够当国民党的副主席他也很不服气，所以念之在之，要郑丽文好歹先拔掉纪凌年的副主席。可是呢，我觉得赵少康是不是年纪大了，耳背了，眼睛也老花了？我很仔细的听了看了纪凌年在国民党中常会里面的说话，纪凌年没有去抹黑韩国瑜，说韩国瑜背叛国民党，叛党囚笼啊，他没有这样说啊，他反而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死都不相信韩国瑜叛党囚笼。你怎么可以把纪凌年讲他死都不信韩国瑜叛党囚笼，把他扭曲成纪凌年指责韩国瑜叛党囚笼呢？这2个完全是不同的说法啊。你怎么可以拿纪凌年原来讲的话，然后把它给扭曲了，然后再来拿扭曲的话去要郑丽文处分纪凌年，开除纪凌年党籍，至少要拔掉纪凌年的副主席的位置？这个风波啊，严格来说已经被许多政治帮闲者，像是赵少康还有其他一些人，把整个方向搞凌掉了，引发出来了国民党的大内斗。这个叫做祸起萧墙啊。明明国民党现在气势正好啊，很多人预测国民党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会大胜，2028年国民党很可能就会拿回执政权。很多人在寄望国民党执政以后，两岸的和平会重现曙光，结果被他们这么一搞，把整个都搞乱了。为什么？因为记者接着追问，记者说有人讲支持8000亿军购特别预算的人是美国的走狗，是 CIA 的走狗。记者并没有讲是什么人说的，记者只是这样问。这是台湾记者在制造新闻的老招了。很多人讲，在台湾的记者不是传播业，他是制造业，他会自己制造话题啊。他是屠宰业，他有主观要屠宰的某一个人，所以他就会制造问题，来把本来天下本无事，就是一堆庸人自扰之。赵少康应该很熟悉台湾媒体的这种操作，可是他听到了记者说支持8000亿特别预算的人是美国的走狗，哇，他几乎跳起来了。
他说那支持3800亿军购预算的人是不是就是中共的走狗呢？这个指控就更严重了，因为在台湾的法律上，你如果支持做美国的走狗，在台湾很多人视为光荣啊，很多台湾一些没有用的家伙就喜欢做美国人走狗，以做美国人走狗为荣。我就不说谁了，一堆人拼命的要做美国人走狗，要跟美国沾上点关系，只要沾上点关系，他觉得他就比别人高人一等，他就不得了了。可是在台湾，如果你今天是做中共的走狗，违反反渗透法，入里于罪，你知道吧？高安国不是如此吗？中天有个记者叫马德，不就如此吗？甚至最近也想找小舰长吕律师开刀，不就如此吗？有一度还想要罗织到高金素梅的身上。所以在台湾讲美国的走狗跟讲在法律上可能有不同的遭遇啊。赵少康明知台湾的社会现状是如此，他仍然堂而皇之的讲，他说支持3800亿军购预算的人，他指控的是谁？现在支持3800亿军购特别预算的，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支持的理论的依据，就是国民党智库啊。国民党智库里面主导智库的，不就是张显耀、李鸿源还有杨永明这批学有专精的专家学者吗？另外他们最重要的大顾问就是苏起啦。你凭什么去讲国民党中央支持3800亿特别军购的特别预算就是中共的走狗？除此以外，国民党的党团傅昆萁领导的国民党党团，傅昆萁是总召啊，党团开过会啦，是党团的版本啊，3800亿加 N 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我昨天看了王炳忠发给我的那个时候徐巧芯的在他的脸书上的留言，徐巧芯自己讲的，本人讲的，他说党团里面只有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就是3800亿加 N 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国民党中央跟国民党团他所支持的军购特别预算的版本只有一个，就是3800亿加 N。赵少康竟然可以公开的讲，支持3800亿的人是中共的走狗，那意思代表他指控国民党中央，他指控国民党党团，他指控郑丽文，他指控国民党智库，他指控党团的总召傅昆萁，他这样的指控其实已经是诬告了。他这样的指控，其实若郑丽文扯破脸要告他，一定100%告得成的。有这样子指控法吗？好，紧接着他又加码了。他怎么加码？他说纪凌莲会在国民党中常会讲那一番话，背后一定有指使的人。他接着讲哦，那如果他背后没有指使的人，那纪凌莲自己就要负责任啊。他何谓负责任？负责任的话，就说纪凌莲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至少要拔掉副主席的位置。你赵少康是哪颗葱啊？你何德何能啊？国民党中央副主席是谁？是你赵少康一个普通党员，你就可以去指点江山了吗？你可以去指导郑丽文要换掉谁，要留下谁，升谁降谁，由你赵少康讲哦。你还以为现在国民党归你管啊？你是国民党背后最大的引武者啊！你那么厉害啊？你挟谁以自重啊？你赵少康自己心里清楚嘛？你挟谁以自重啊？而你挟的那一个单位根本不理你啊，根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物啊！你现在只是在主动献媚，你现在只是在主动讨好，在递投名状而已嘛。这一招赵少康不是第一次耍，在国民党主席选举之前他不是就玩过吗？2次公开记者会言之凿凿说中共介入选举，
国民党主席的选举。那时候郑丽文遥遥领先，气势正壮，他用这样的抹黑方式。选后呢，郑丽文度量大，没有追究。若郑丽文去追究，当时赵少康还列了一些所谓油管里面的一些账户，你又知道了。当时候赵少康就玩了一次这样的花样嘛，他玩了这一个花样的后遗症到现在还在啊。民进党现在动不动就说你们赵少康过去讲大陆中共介入国民党主席选举，用这个来抹黑国民党，用这个来抹黑郑丽文，是郑丽文度量好，没有追究你赵少康的法律责任。若真要追究，那你赵少康的话，恐怕在这个案子上面你就必须得坐牢了。现在又说纪凌年的背后有人指使，谁指使他又不说，但是你明明知道他讲的指使纪凌年的人，他就是剑指郑丽文啊，这不就是赵少康一贯的手法吗？不过现在战火真的升级了，赵少康很明显的急了，人一急就容易出错，所以下面好戏连场，都要一一的登场了。我相信邱毅先生私下里也会给郑丽文劝郑丽文，郑主席现在这个整个的党内的这个权力格局都已经摆平了，是吧？现在就差一个树立权威的一步棋了，要杀鸡儆猴。我一直说赵少康就是那一只非常合适的鸡呀，郑主席快动手吧，先把这鸭给开除了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